夜里还召皇后你过来，是有件东西要给你。儿臣身子欠安，未能成婚定省，已是礼数不周，哪还敢受皇额娘的东西？哎，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，何必这么客气啊？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，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。瞧瞧，这几颗珍珠颗颗圆润。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，但景色到了年纪，哀家这件东西就当做给他添嫁妆吧。来，福家。哎，皇后娘娘，巧了，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。苏烈，儿臣不惯奢华，唯有手头这对彩金鸳鸯，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先帝所赐，最为珍贵。如今，恒提长公主要许嫁科尔沁部，儿臣特意奉上，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奁增色。茶水凉了，福家，换杯热的。是。景色是你和皇帝所生，比起那些庶妹，这位嫡公主不知道要高贵多少。景色自己不也总以嫡出自诩，且早早就被封了固伦和敬公主，瞧不起那些庶出的弟妹，自然是她嫁与科尔沁部最合适。景色年幼，说话不知轻重，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？儿臣把她留在身边，好好教导几年，等出落得有模样了，再嫁也不迟。你等得了，蒙古等不了。自古慈母多娇儿，景色出嫁成了人媳，自然就懂得规矩了，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要有用多了。再说了，这次求娶公主的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，地位尊崇。这不县城有恒提妹妹吗？唯有景色出嫁才堪匹配。论长幼，恒提年长，又是景色的姑姑，自然是长辈先嫁，再考虑晚辈的婚事。皇上，时候不早了，喝一口安神汤就歇下吧。许家的公主人选未定，朕的心就不安。皇上，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，听说二位主子有点杠上了。福家姑姑派人来请您过去转缓些。杠上了，朕去瞧瞧。朕要是去的话，皇后跟皇额娘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，朕不能去。皇上，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僵持着也是不妥啊。皇后浮躁，事情还没有定论，朕避着皇额娘都来不及呢，皇后却自己送上去。李煜，去请皇后回来。皇上，两位主子在呢，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？无用的东西。是。皇上，要不这么着，皇后娘娘病着呢，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，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。甚好，就这么办。这会让皇娘认为皇后病着、糊涂着，万一说错了什么，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。是。皇上，张廷玉大人求见。他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？如意，你去屏风后面暂避。是。
让他进来。这哀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，还要再远嫁一个。皇后，你是哀家的儿媳，你忍心看着你婆母伤心？儿臣不敢。皇额娘，永从心上，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，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，也要为了永从敬爱。你是嫡母，皇帝所有的子女都是你的子女，可是恒提是哀家膝下唯一的女儿了，没了她，谁为哀家尽孝？皇上知晓，便是恒提妹妹嫁去科尔沁部，皇额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。而且，儿臣身为皇嫂，也为了恒提妹妹着急。《诗经》有云：“标有美，其实七夕。”求我数十，待其吉喜。恒提妹妹已经到了标媒之期，不该再耽误婚期了。你这皇嫂真是不易呀！当年那么多波折，差点儿就是贤贵妃成了嫡府近，成了皇后。若真如此，今日自称一句皇嫂的，该是贤贵妃。若是贤贵妃成了恒提的皇嫂，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？贤贵妃无子无女，那蒙古求娶，能嫁的便只有恒提妹妹。皇上也不必被臣子们力谏了。好，好，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，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。儿臣多谢皇额娘的夸奖。微臣见过太后、皇后娘娘。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，你胆敢擅闯！太后请息怒，皇后娘娘乃是抱病之身，体育须乏力，必须得按时吃药，否则的话，凤体难以承受。是啊，太后，皇后娘娘该喝药了，她全靠汤药吊着精神啊。皇后，你殚精竭虑，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，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远。皇额娘，儿臣一定会撑着身子，与皇上白头偕老，看着女儿出嫁。好，哀家盼着你和皇帝白头偕老。娘娘，娘娘，你要撑住啊！本宫当然要撑着，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下旨让恒提出嫁为止。您刚刚顶撞太后的样子，奴婢看了实在害怕。为了景色，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，也要把她留在身边。臣想来想去，恒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，还是实在不妥。恒提是嫡公主，有何不妥？皇上细想啊，端淑长公主嫁到了骁勇善战的准噶尔部，那么恒提长公主若再嫁到尊贵富庶的科尔沁部，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，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？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，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？
那你的意思是？或许和敬公主可以嫁到科尔沁部。皇上，反过来想想，朝臣们的反对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，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。罢了，朕认输，不下了。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。朕想到前朝的事情，心就烦。讷亲带着朝臣们，极力主张嫁景色，不嫁横提。张廷玉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，他为朕思虑，也说要嫁景色，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。应该是。张大人的话，臣妾昨日也听见了。如若横提真的嫁往科尔沁部，增长的的确是太后的权势。这为父为子，为夫为兄，又为九五之尊，许多的决断，确实让朕为难。皇上对太后是内疚和忌惮，对和敬公主有着父女的血浓之情。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，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，必有多重思虑，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是最重要的了。朕是皇帝，是大清的君主，朕的心里面不能只有亲人而无朝局。皇上既然在意科尔沁部，想和他们密不可分，那就只有将自己最信任的人嫁过去，才是最好最稳妥的。朕当然知道，让景色嫁过去最为合适。可皇后才失了永从，朕怎么忍心让她再承受生离之苦呢？臣妾知道皇上的忧虑，但是国有重用，公主先是帝王家臣，才是父母之女。这件事情，容朕再想想。皇上，傅恒大人在御书房外求见。他定是为了此事来求见，他呀，肯定会为皇后母女说话。既然傅恒大人求见，皇上不妨听一听。讷亲他们进宫劝阻横提远嫁蒙古，皇帝不知道听进去没有？太后别急，您得沉住气。皇帝都几日没来请安了，有心避着哀家呢。有些话哀家说不得，但须得有人去说。太后是指淑嫔和梅嫔？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讷亲他们在前朝里进言，这后宫的枕边风也要吹起来。可惜呀，淑嫔她情痴根本用不上，梅嫔倒是有心，就是笨嘴拙舌也说不到点子上。皇上近来一直心焦，眼下恐怕只有娴贵妃才能在皇上跟前说进去话。要不要奴婢把娴贵妃找来？咱们主动去找她。但是哀家还不想给她这个脸面。是。不过太后，讷亲大人在朝中
可是一直力劝皇上不要许嫁横提长公主的，可私下里也劝过你。其实，横提长公主嫁到科尔沁部也不是坏事，毕竟科尔沁部是蒙古诸部之首。长公主若嫁过去，与太后您在宫中朝中的地位也是有好处的。这些，哀家怎能不知？可所有的好处堆到一块儿，都不及孩子在身边要紧。当年横绰远嫁，哀家就是为了朝廷，不得不先尽了贵妃的职责，尽量不去想哀家还是个额娘。可如今，哀家正日活在对横绰的思念之中，身边唯一的横提还有可能再要被远嫁，哀家顾不得那些好处职责了。此时的哀家，先是个额娘，再是太后。贤贵妃来给太后请安。让她进来吧。臣妾给太后请安。起来吧，坐。谢太后。这个时候来做什么呀？臣妾是晚辈，是来替太后解忧。前朝大臣们都劝不动皇帝，难不成你想去劝劝他？朝臣们怕是没劝在点子上，倒是张廷玉张大人来面见皇上，说了许嫁和敬公主的好处。皇帝听进去了？臣妾不知。不过臣妾恳请太后知会朝臣们，力陈横提长公主下嫁的益处，极力劝谏长公主远嫁。贤贵妃，您这不是戳太后的心窝子吗？不仅如此，太后还要自己递风出去，让皇上知道，太后已经知道了下嫁长公主的益处，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。哀家自己去说，要许嫁横提。是。当然，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，而是想帮太后把长公主留在身边，所以恳请太后行事，前朝后宫齐礼。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，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，越能力保横提长公主留在宫中。择利而为，是为后妃的选择；力保儿女，是为人母的选择。皇后是额娘，即便她知道，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。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，一时乱了方寸，才会不顾病势为和敬公主拼力一搏。这时候太后和皇后谁先定下心来往前走一步，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。好处多了，才会让人心动。哀家自己去造势，让富察氏族按耐不住，必会给皇后施压。皇后是富察氏之女，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。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，怕她也无可奈何。哀家小瞧你了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谢太后夸奖。皇上为此事烦心已久，臣妾只想助皇上了了这桩心事，心事一了，朝局也安稳。臣妾也可以略略报答当年太后的庇护之恩。仅是如此？仅是如此。怕你还恨着皇后吧？臣妾不敢。冰雪聪慧，你这脾性，哀家喜欢。
皇上还在为蒙古求娶之事烦心吗？皇上别这么看着臣妾，臣妾不胡乱多嘴就是了。说来，臣妾也是和敬公主的庶母，当然是希望公主留在身边的好啊。这还像句话？嫁了蒙古，便是得了实打实的靠山。皇上满心孝顺，自然是希望科尔沁部这般威武的好女婿是给太后得了的。实打实的靠山，这个道理你明白，难道朕不明白吗？皇上当然是最明理的，谁的女婿总帮衬着谁嘛。行了，你别说了，朕意已决，下去吧。臣妾告退。皇上要本宫和纯贵妃去劝和敬公主啊。是，皇上怕是自己为难。皇上虽然决定让和敬公主下嫁，可心里总是不好受。若贤主和纯贵妃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，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。本宫明白，也是该替皇上分忧。可公主的性子，怕是不好劝。和敬公主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，性子倨傲，一向是不好说话的。有劳贤主和纯贵妃了，纯贵妃已经知道了，正在赶来，要与您商议呢。本宫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这。主儿，看来您跟纯贵妃有钉子要碰了。也许吧。劝和敬公主这事儿啊，不能越过皇后。午后等皇后服了药，精神些，咱们先去面见皇后。眼下不是应该先去劝说和敬公主吗？皇上并没有让您先去见皇后娘娘啊。皇后娘娘是和敬公主的额娘，这事儿也瞒不了她。父后，是本宫的亲弟弟，怎么能利欲熏心？听朝臣们说，横提下嫁科尔沁部的好处，就这样让本宫同意景色出嫁了。就连张廷玉大人都在皇上面前进言了，您再舍不得母女分离，也得为富察氏上下打算呢。本宫怎会不知道？联姻科尔沁部对富察氏有莫大的注意，也可帮助皇上制衡蒙古大部。可是本宫身为人母，舍不得景色。可傅恒大人说，天大的好处不能给了太后和钮祜禄氏。本宫这一辈子都在为了富察氏，就不能许本宫私心一回吗？傅恒大人说，您病重，不能不想到万一。如果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打算呢？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和景色着想？他们满心里只有富察氏的利益。您是大清的皇后，更是富察氏的皇后啊！
本宫为了富察氏的荣光，已经耗尽了心血，舍出了一生，结果连自己的女儿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。娘娘，应该吃药了。娘娘，贤贵妃来了。今儿倒是热闹，嘉妃刚走，你就来了，人人都往本宫跟前凑。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，皇上命臣妾和纯贵妃去劝说和敬公主远嫁蒙古科尔沁部。皇上思虑再三，宁舍一时之情，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。本宫身为皇后，皇上有什么事儿，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，无需你来告知。再者说，本宫母仪天下，与皇上一心，自然以国事为重。景色是嫡公主，何该为大清的江山社稷奉献一切？皇后娘娘不舍公主，但为了江山社稷，如此通达，垂范天下，令臣妾钦佩万分。您宽宽心，对凤体也有益。你不要总惦念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嫡福晋，现在看着本宫体虚，就想越俎代庖。臣妾还并无此意。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儿，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，心有执念，难免行事悖乱。本宫是大清的国母，从来行事清明，何来的悖乱？皇上了解皇后娘娘，心系天下，更心系富察氏。皇上知道皇后娘娘会允准和敬公主嫁往蒙古大部，一是为了江山社稷，二是为了公主有个好的归宿，和富察氏互相扶持，延续富察氏的荣光。出身大族的女子，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费尽心思？当年你的姑母景仁宫不也如此？她费尽心思把你塞给三阿哥和皇上，又为哪一般啊？你啊，不过是想费心，你族中无人罢了。臣妾族中是无人，臣妾更无儿无女，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。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也实属不易，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，不想似娘娘般被族中亲人逼迫做着违心之事，含泪带笑，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。你少在这里扮伶牙俐齿，劝得服景色，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。皇后娘娘请保重凤体，来日还要送和敬公主出嫁，臣妾先告退了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烫着吧？你消消气，千万保住身体啊！公主，贤贵妃娘娘和纯贵妃娘娘来了。坐吧。公主在看女则啊？
想必是崇敬长孙皇后的言行。皇上已经想好了，公主嫁往蒙古科尔沁部，婚事就定在明年3月，草长莺飞，春和景明，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。我不嫁。即便我真的要嫁，我乃中宫嫡出，婚嫁大事岂是你们2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？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、皇额娘向我说。公主说的极是，此事原本不该我2人开口，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，皇后娘娘病弱，无暇顾及公主。皇太后年事已高，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，所以才将此推心置腹之事交于我2人。说来呀，皇上真是心疼公主是嫡女，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最尊贵、最至亲的王爷为额驸。这门亲事啊，果然是门当户对。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。纯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，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？这谨言才2岁多，要如何出嫁？公主，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安定四方的后援劲旅，满蒙联姻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。那又如何？我不喜欢，自然不嫁。公主想天下之养，就该为天下倾尽心力。更何况这次只是让公主遵循满蒙联姻的旧俗。父母在，不远游。皇额娘抱病，永从夭折。我身为长女，理应承欢膝下，洒扫侍奉，以全孝道。公主的这门婚事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。怎么可能是皇额娘？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？7、8个早伤，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公主您一个人。若要中宫之位稳若泰山，就需有强劲的依靠。公主嫁往科尔沁部，便是最好的打算。贤贵妃，何必把这些事情与公主说穿呢？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，本宫要跟她说一说。公主若不明宫中的道理，本宫也得跟公主明一明。皇上执掌四方，就需安邦定国；皇后娘娘位至中宫，就需母仪天下。公主是天之娇女，就需为大清尽心尽力，为皇上、皇后尽辅佐之责。在这宫里边，卑微如奴才，尊贵如公主，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，别无选择。皇额娘，锦瑟，你皇阿玛既然让2位贵妃去劝你，就说明她决心已定。只差一道圣旨颁布天下。皇上的脾气，皇额娘是最知道的。江山为重，他决定了的事儿，就再难转换。哪怕是皇额娘事先备了万一的侥幸，如今也是不能了。可是皇阿玛还有恒体长公主这个妹妹，恒体长公主是儿臣的姑姑，还比儿臣大了几岁。为什么皇阿玛偏要选儿臣呢？你皇阿玛原本也想让恒体长公主嫁出去，可若真那样做，无疑是加强了太后与蒙古各部的联系。皇额娘的意思是，就因为太后的端淑长公主嫁去了蒙古，所以恒体长公主不能再嫁。
是，科尔沁部是我大清最重要的姻亲，是大清安定的后盾。要嫁，只能嫁最亲的人。而你若是嫁去蒙古联姻，便是对皇额娘和富察氏一族最大的扶持。所以，真的是儿臣了吗？这是最好的机会，这样的机会不能给了太后的女儿，必须要抓在我们的手上。可是皇额娘，您真的舍得女儿吗？皇额娘从一出生便知道，自己这个人，这一条命，都是属于富察氏的。像你，一出生便是公主，你的一切是属于大清的。作为大清的公主，这是你的职责，也是你最好的归宿。儿臣明白了。儿臣既然存定了消息，也是大清和富察氏的期望，那么女儿顺从就是。公主，我头一回知道，原来生在帝王家是如此艰辛。还不如做一个乡野村夫的女儿，还没了这么多拘束。本宫无能，不能保住皇子。以后，富察氏的基业和昌盛，一般是要靠景色的。娘娘一番苦心，还是不要多思劳神了，赶紧歇一歇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莲心，快进来扶娘娘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快去请太医啊！哎，娘娘，走，快扶娘娘到榻上。景色出生时，皇后生的大公主就已经夭折，哲妃难产，与二公主一块离世。所以很久以来，朕只有景色这一个女儿。直到纯贵妃生了4公主，但也难以取代景色在朕心目中掌上明珠的地位。臣妾知道皇上一向疼爱和敬公主，在朕的心中，女儿与世无争，怎么教养都不过分。纵然偶尔景色骄纵任性，但朕也从来不以为意。朕一直以为景色会永远待在朕的身边，承欢膝下，从未想过有一天她会远嫁。皇上这般舍不得公主，要不然皇上在京城设立公主府，让公主和额驸成婚之后多回来省亲，这也算是个缓和。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朕只希望
景色可以安心地接受这门婚事，从今往后的日子能够和乐美满。科尔沁与大清联姻已久，此番诚意求娶，他们一定会好好待公主的。皇上您也不必太忧虑。但愿如此吧。固伦和敬公主上蒙古科尔沁部，晋封横提为固伦柔淑长公主，明年3月上礼藩院侍郎宗正。哀家知道这个宗正，出身书香门第，是个踏实有才之人。而且，横提嫁入京中，可以时常在哀家面前尽孝。太后心愿已足，再没什么不高兴的。是啊，梅嫔争气，没少在皇帝面前吹风。娴贵妃很尽心。若不是娴贵妃想到反其道而行之，皇帝没准还听不进去呢。也是皇后病重，总要为女儿想个好去处。这个好，在富察氏族人面前，必定心动。皇后娘娘的病，皇上心里有数吗？皇帝当然是知道的，这不，吩咐了提前回銮。皇后，皇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躺着，躺着。朕原本睡下了，但心里面总是念着你和景色，心里不安，所以过来瞧瞧你。谁知你一直昏睡着。臣妾已经好多了。皇上，臣妾想再次去陛下元君祠拜求，希望赐臣妾一个嫡子。皇后，你身子不适，不宜劳动。过些日子，朕打算回銮，咱们也该回京，为景色的婚事准备了。臣妾没事儿。你好好歇着，朕去前厅坐坐，再回来看你。皇后的身子已经糟到了这种地步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这些年一直是焦思苦虑，太过要强，一直想着进步提起，原本是精神百倍的，但是，皇后娘娘是用心过甚，其实大半是心病，微臣们只能医得了病，却医不得心呐。望皇上恕罪。皇上恕罪。这次有景色的婚事冲喜，只要你们细心医治，皇后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是。李煜，为免车马颠簸，皇后的身子受不住，回城改走水路，你加紧安排。这医得了病，医不了心。本宫果真落到如此地步吗？
今夜见皇后的气色好了许多，朕很是欣慰。时气和暖，臣妾也觉得没那么虚弱了。皇额娘心疼你，用完晚膳之后就去为你诵经祈福了。皇额娘用心，臣妾感愧。皇后病体虚弱，早些回到清阙坊歇息吧。李煜，送皇后回去。这，皇上，没几步路，有苏联和莲心陪臣妾回去就行。李煜还是伺候皇上要紧。好，你回去时小心足下滑着。臣妾多谢皇上关心。皇上，臣妾告退了。李煜啊，山东巡抚新进了一个四州班子，可以让贤贵妃过来赏月了。晚膳前，奴才去通传过，这时候贤贵妃该过来了。今晚月色真美。本宫许久没有见过这么清冷的月色了。皇后娘娘，别着了风，咱们还是赶紧回船上吧。娘娘喜欢赏月，不如奴婢去让齐太医晚点来诊脉，莲心陪着娘娘。也好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贤贵妃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皇上有旨，让臣妾去赏月。去吧。他这般得意，他是要在本宫面前耀武扬威吗？娘娘，回船上去吧。本宫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。那奴婢去取些药来。这个还挺好吃的。问纯贵妃于妃安。梅嫔来啦，快坐吧。可心上茶？是。怎么想着过来了？妹妹睡不着，来找姐姐们聊聊天。只怕是妹妹太想皇上了，才会睡不着吧。姐姐们知道吗？东巡前，钦天监曾禀报说，克星献离宫，预示中宫将有祸殃临头。这如今看来啊，皇后娘娘病重，就是应了这句天象啊。不能乱讲，皇后病重是因为七阿哥过世，伤心过度所致。可怜的孩子，怎么就得了痘疫？还好这一场斗役只是轰了一个七阿哥，别的阿哥和公主都安然无恙，也算是神佛庇佑了。有什么可怜的？两位姐姐没听说过一种说法吗？什么？一报还一报啊！为娘的做了什么孽，便都报应到孩子身上。这二阿哥和七阿哥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孩子，怎么会都早夭了呢？梅嫔，说话不要没遮没拦的，若是给皇后娘娘听了去，一报还一报，一报还一报。本宫做了什么孽，都报应在永莲和永从身上。
为娘的做了什么孽，便都报应到了孩子身上。好像什么东西落水了。要不我们去看看吧？姐姐别呀，外头霜寒。也对，若是有人落水了，必定会呼救，不会这么安静。来人呐！皇后娘娘落水了！来人呐！皇后落水了！奴才该死！好了，停手吧。说到底，也是皇后让他们取药找太医，才没跟着的。平日里这两个丫头还算是尽心，等皇后好了，还得留着伺候皇后呢。皇娘宽仁，罢了吧。该罚的也罚了。听说把皇后救上来的是个御前侍卫，是吗？是侍卫凌云彻看到皇后娘娘落水，跳下去救的。是个有功的人。皇上，凌云彻是皇上御前最末等的兰陵侍卫，此刻正在换衣裳，一会儿就过来回话。传朕旨意，凌云彻救护皇后有功，赏白银300两，升为3等侍卫，不必进来谢恩了。这。齐太医，怎么样啊？齐太医，皇后娘娘说是不大好啊。我先禀告皇上去吧。皇上，如何？皇后娘娘腹中的水已经空出来了，娘娘的脉象是怒极攻心、心力交瘁之兆，此刻痰气上涌，迷了心窍，神志一直未曾清醒，嘴里说着什么一报还一报，只怕什么？皇后娘娘油尽灯枯，怕是到了弥留之际了。但愿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上天庇佑。你胡说什么？皇额娘正值盛年，怎么会油尽灯枯？皇后娘娘油尽灯枯，怕是到了弥留之际了。但愿皇后娘娘福泽深厚，上天庇佑。你胡说什么？皇额娘正值盛年，怎么会油尽灯枯？分明是你们医术不高，才会胡言乱语。景色，你皇额娘病得凶险，也只有像齐汝这样伺候了多年的，才敢直说。皇帝，不管皇后近况如何，你赶紧要通知内务府，在京中将喜木准备着，哪怕是冲一冲，也是好的。一切凭皇额娘安排。齐汝，好好伺候着，有什么动静，赶紧回禀哀家。是。贤贵妃，
皇后落水病重，你和纯贵妃帮衬着，悉心照料。是。其余的人都回去吧。是。景色，你陪哀家来。没事，小心。恭喜啊！这么多年终于亲议了。多谢令贵。哎，主，您头上的绣球珠花怎么少了一朵呀？啊！哎呀，得知皇后娘娘落了水，我就慌慌张张的，什么时候丢了也不知道。哎呀，真的是该死！这朵珠花还是皇上前儿七夕赏我的。要不奴婢去替您找找？罢了，现在外头正乱着，为了一朵珠花出去，会让皇上不高兴的。左右我不带就是了。皇上也不会察觉。哎，海兰，纯贵妃姐姐。去上壶好茶。是。出去伺候着吧。是。我正等着你呢。皇后娘娘病危，听着真让人悬心呢。来，我正想跟你商议此事。方才齐太医说的话你都听到了。他说皇后从水里被捞上来之后，就一直说着什么一报还一报的。我想着，不会是方才我们说的话便那么巧被他听了去吧？还是皇后根本就是听了我们的话，气得才落水的。我们刚才听到了声音，都没有去看。你说，我们会不会落个闻声不救的罪名啊？你想太多了。方才我们真的没有听到有人呼救的声音啊，怎么会知道有人落水呢？更不会知道是皇后娘娘。对，那要是皇后娘娘清醒了，来找我们算账怎么办？哎呀，都是这个梅嫔，说话怎么这么没遮没拦呢？真是把我害惨了。这梅嫔平日也不是这般不稳重的人，今日不知是怎么了。谁知道她犯什么疯啊？你说，若是皇后娘娘真的来寻我的麻烦，该如何是好啊？皇后娘娘都那个样子了，她不会来找你麻烦的。要不，我现在就出去跪着请罪。说到底，也是梅嫔说话不谨慎，这跟你没关系的。这叫我如何安心啊？皇后娘娘是不敢来找您的。方才，她应该听到了梅嫔说一报还一报，之后就掉进河里了，被救上来还念念不忘呢。皇上虽然关心皇后娘娘，但听到了这些，他心中只怕也会疑心，皇后娘娘到底干了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对吧？所以皇后娘娘就算醒了，也不敢来找姐姐的。那就好，不干我的事儿，就不会牵连到我的孩子。放心吧。皇上，皇后娘娘醒了。先去看看。你们都出去吧。是。
后，你醒了。皇上，臣妾经此一切，子侄寿数无多了。可臣妾一睁眼，一眼就能看见你在臣妾身边，臣妾真的很高兴。你别说这样丧气的话，你只是落水受惊，养一养就好了。臣妾无福，无法为您保住嫡子。如今，景色已经有了好的归宿，臣妾请求您，不要因为臣妾的离世，让景色守孝3年。他已经不小了，从前是舍不得她嫁人，现在却是当个不起了。景色是朕与皇后唯一的嫡出之女，朕一定会事事为她考量的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臣妾有一事相求。皇后，躺着说，躺着说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久于世，臣妾以执掌封印的后宫之主身份，向您力荐继后人选。纯贵妃她诞育皇子，勤俭侍奉，温厚祥赞，她的德行足以填为中宫。皇后，这件事情不应该由你来考量。皇后不只是一个称呼，一个身份，更是朕的枕边人。所以这件事情应该由朕来思量。恕臣妾多嘴一句。纯贵妃、淑嫔，哪怕你要另选女子为中宫，臣妾都不担心。可有一个人，他断断不能。贤贵妃出身乌拉那拉氏，先帝的景仁宫有多恶毒，你是知道的。这样女人的后裔，断断不可入出中宫。皇后好生歇息吧，不必说这些了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，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朕怎么会不记得？是郎桓福地，女中光华的意思。浪花，一个很像皇后的名字。妹妹怎么深夜在这儿啊？能伺候皇后娘娘的时候已经不多了，来清阙坊外站一站，表表尊敬之心也是好的。我有些不明白，你就为了一个怕字，就肯帮我做这么多？我当然怕。哲敏皇贵妃难产，母女俱亡，都说是皇后做的。你和宜嫔的孩子会嫌皇贵妃的死，我真是怕极了。我胆子小，一直不敢出手。
要不是妹妹你心智坚定，换作是我，早就吓得手挥手了。皇上，臣妾这一辈子，有的时候真的不甘心，也真的害怕。害怕？你曾经是朕的嫡福晋，如今又是中宫皇后，有什么可怕的？至于不甘心，可能是有不满足之处吧。臣妾自闺中起，便被教养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妻，相夫教子，主持家事。但臣妾知道，臣妾不是您亲自选中的嫡福晋，您遗造相中的是乌拉那拉氏。臣妾不过是先帝和皇额娘执意让你选的。你是在怪朕吗？臣妾不敢，只是惶恐不安。臣妾从未真正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夫君，更不曾完整的拥有过他的心。但臣妾不能怨，不能恨，不能失了自己的身份，一直努力做一个好妻子。可臣妾不过也是一个女人，想要得到夫君的爱恋。朕待你不好吗？你是朕的嫡妻，儿女双全，位居中宫，你还有什么好不安生的？皇上待臣妾很好，可这种好，是夫君对妻子的好，不是情深爱浓。六宫的人堆到一起，臣妾站在峰巅上，臣妾没有什么可依凭的。若你的心意改变，臣妾所拥有的貌似安稳的一切便烟消云散了。皇后，朕从未听过你和朕说的这些，朕也从来不知道皇后的心里是如此的害怕，如此的不安。你是朕的嫡妻，朕爱重你，护你，容忍你。你为朕生了2个嫡子，朕自然分外珍惜。所以，有些事情，朕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只做不知。什么？其他的事情也就罢了。过些日子就是哲敏皇贵妃的生辰了。当年她难产而死，朕想知道她的死是人为还是天意。皇上，哲敏皇贵妃死后几年，便有传言说臣妾嫉妒她生下长子，所以害她难产而死。
原来你也是这么想的。臣妾发誓，用富察氏100年的荣光和福祉发誓，这名皇贵妃之死，绝非臣妾所为。那惠贤皇贵妃呢？她自然作恶多端，谋害皇嗣。可陷害如懿进冷宫，难道就没你的事吗？你到底对如懿做了些什么？臣妾没有，只是不满。他养育有皇，又夺嫡之心，所以才信了他做的恶事。臣妾发誓。皇后病糊涂了。要是誓言真的有用的话，还要纲纪法度做什么？皇上，臣妾一生所为，无不是为了保全大清的血脉，为了对得起富察氏列祖列宗，用血汗换来的荣光。若不是逼不得已，臣妾何必置人于死地？朕曾经要如懿做嫡福晋，所以你对她百般提防。惠贤皇贵妃的阿玛高斌也为你所忌惮，所以一早你便送了珍贵的花镯，防止他们有孕。即便是如懿进了冷宫，你也想尽办法置她于死地。原来这些事情你一早就知道，却隐忍到今天才来问臣妾。是，臣妾是不想他们抢在臣妾身前有孕，也是深恨乌拉那拉氏咒死臣妾的勇烈。而在踏入冷宫之后加以搓磨，可是冷宫闹蛇之事，乌拉那拉氏中砒霜之事，臣妾真的不知是谁在冤枉臣妾，是谁要害臣妾？没有人要害你，也没有人害得了你。这些年你的所作所为，朕都略知一二。作为一个皇后，你算是得体，但若朕戳穿你，你就会成为朕的江山岁月里的一个污点，也会让皇室成为天下人的笑柄。你只是为了这个？你是朕的发妻，多年的恩情自然不浅。你的过失，朕是念在皇室的颜面，以及富察氏的名望，还有咱们的儿女，朕就不提了。皇上圣恩滔天，您圣明聪明，但冷心冷情，亲近之人会为此所伤。事到如今，臣妾做的错事，臣妾自己担着。可若来日，无论谁为继后，只怕下场不会好过臣妾今日。臣妾
就睁着这双眼，在天上看着，在天上看着。今生的事还未定，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。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，但如今这些报应都到了谁的身上呢？你是不是自食其果，后悔难当？皇上，皇后，好生歇歇吧。皇上，皇上，李煜，你伺候朕与皇后那么多年，你认为皇后是一个恶人吗？皇上，皇后娘娘虽是六宫之主，也是寻常女子，一样有爱恨情仇、喜怒哀乐。朕还记得，朕娶皇后那一日，皇后和朕说过，愿用富察氏的100年荣光，伴随朕的左右，为朕生儿育女，做一个贤良妻室。皇上当心。可朕与皇后的孩子，一个个失去，只剩下景色。如今景色也要远嫁了，这10数年的姻缘，难道只剩下猜忌，还有怨恨吗？皇上伤心，过于忧思。您情深义重，一直陪着皇后娘娘，也要当心龙体呀。皇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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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皇后娘娘碰事了。皇娘，皇娘，你怎么就这么走了？你说过你要跟女儿出嫁的，皇娘。皇后娘娘，你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呢？我们哪来的主心骨啊？沈贵妃，切莫哭泣，这儿一团伤心，还等着您发号施令，才好办事啊。皇后娘娘，骤然崩逝，咱们虽然不是在宫里，但是一切都要办得体体面面的。是，一切听从陈贵妃安排。